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时尚女王谭松韵，黑色穿搭演绎独特魅力。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，总有一抹色彩能触动我们的心弦。谭松韵的这张图片就像一幅精心布置的画卷，以黑色为主旋律，缓缓展开它的时尚故事。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黑色的梦境，探寻那些日常中可运用的时尚智慧。开篇，情感共鸣的序章。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，我们总在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。谭松韵以一身简约而不失格调的黑色装扮，仿佛在低语，时尚不仅仅是跟随潮流，更是自我风格的诠释。她的笑容温暖而自信，瞬间拉近了我们与时尚的距离。色彩理论与搭配的艺术。谈及黑色，不得不提色彩心理学的奥秘。黑色作为永恒的经典，它不仅仅是一种颜色，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。它象征着力量、神秘与自信，正如谭松韵所展现的那样，黑色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却又保持着那份从容不迫。在穿搭中，黑色是百搭之王，无论是对比色还是临近色的搭配，都能轻松驾驭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。谭松韵的全黑造型，正是对色彩搭配原则的完美诠释。服装款式与剪裁的匠心。细看谭松韵的服装，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匠人的用心。黑色西装外套，剪裁利落，线条流畅，既展现了现代女性的干练与独立，又不失女性的柔美与优雅。腰部收腰设计，巧妙地勾勒出她的曼妙身姿，让人不禁赞叹。而微喇的长裤，则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复古风情，使得时尚与经典完美融合。面料知识与选择的智慧。面料是服装的灵魂。谭松韵所穿的外套和裤子，显然选用了具有良好挺刮度的面料。这样的选择不仅保持了服装的版型，更赋予了整体造型以质感。在秋冬季节，这样的面料还具有很好的保暖效果，体现了它对季节变化的敏锐洞察和贴心选择。形象塑造与风格的独特。谭松韵的这张图片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穿搭展示，更是一次形象塑造的成功案例。她通过黑色穿搭，成功塑造了一个既时尚又独立，既优雅又自信的女性形象。这种风格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服装本身，更在于它所传递出的那份从容与自信。在谭松韵的这张图片中，我们看到了时尚的力量，更感受到了美的真谛。她的黑色魅力不仅仅是外表的华丽，更是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。让我们一同学习她的时尚智慧，用黑色书写属于自己的时尚篇章。2. 锦心似玉官宣，谭松韵饰演女主，搭档大15岁男主，很有 CP 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否曾被《锦心似玉》这部剧深深吸引？除了当下热播的赘婿，这部古装剧无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其魅力不仅源于钟汉良和谭松韵的出色演绎，更在于古装宅斗剧的独特魅力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总能牵动观众的心弦。在剧中，有一位角色让我们印象深刻，那就是罗元娘。她是罗家的嫡女，是永平侯徐令仪的妻子。按照常理，有了丈夫的尊重和地位，她本可以在徐府过上安定的生活。然而，这位坚毅的女子却面临了人生的巨大挑战。在剧情发展的初期，她尚未能见证丈夫的封爵荣耀，便身患重病，命悬一线。作为一个女人，面对年轻的丈夫和身边那些花枝招展的妾室，罗元娘的内心无疑充满了挣扎。在她病入膏肓之际，如何为自己和家人谋求最大的利益，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罗元娘是一个极其理智的女性，
他深知自己时日不多，因此决定提前为未来布局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他精心策划了3步棋。第一步棋，他要阻止身份高贵的乔莲房上位。乔莲房是国公府的嫡女，一直渴望成为徐家的正室。罗元阳明白，自己一旦离世，乔莲房定会想方设法嫁入徐家。于是，他利用了乔莲房对徐令仪的爱慕之心，巧妙地将她引至内院。当乔莲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那间徐令仪常用的休息室时，罗元阳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当乔莲房衣衫不整，毫无防备地被徐令仪发现时，罗元阳果断地让人上演了一出戏码。古代女子最重名节，乔莲房因此颜面扫地，最后不得不屈服于现实，答应嫁给徐令仪为妾。然而，在这里我想说，乔莲房这位姑娘真的是傻得可以。其实，在那一幕中，徐令仪早已看穿了罗元阳的计谋。他为了保护乔莲房免受委屈，本可以拒绝这门婚事，但出于对罗元阳的尊重和对局势的考量，他选择了沉默。罗元阳的聪明才智和果断决策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坚韧和智慧。在面临困境时，她没有选择被动接受命运，而是主动出击，为自己和家人谋求最好的未来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中总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，但只要我们足够坚强和聪明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他们。在徐家深宅大院中，徐家的态度总是保持着一份低调的矜持，不愿将家中之事轻易传扬出去。然而，乔莲房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例外。他对母亲的劝阻置若罔闻，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不屈的坚毅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低眉顺眼地嫁入徐家。在压制乔莲房的同时，罗元阳像一位精明的棋手，暗中布局，观察着2个尚未出阁的妹妹。他心中盘算着，若能挑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妹妹，嫁给徐家的当家主徐令仪，便可确保娘家未来的荣华富贵。罗元阳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家族未来的期许和规划。她自己病重之际，并未过多考虑丈夫的感受，而是将全部心思放在了如何维护家族利益上。她深知自己的决定可能会让丈夫心生反感，但她仍旧选择忽视这些微妙的情感波动，只为了确保自己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。在决定除掉乔莲房之前，罗元阳便开始暗中观察2个妹妹，试图寻找那个最有可能继承她在徐家地位的人选。二娘温婉可人，但似乎缺乏决断力，而11娘则聪明伶俐，颇具主母风范。若二娘无法胜任，罗元阳便将目光投向了11娘。与此同时，罗元阳也在暗中与茂国公府搭上关系，为儿子卓儿寻找一个显赫的未婚妻。他深知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的道理，为了儿子的未来，他不惜一切代价。最终，他成功地为儿子找到了一门显赫的亲事，以确保他日后的地位无忧。在徐家的莺莺燕燕中，罗元阳始终坚守着当家主母的位子。他深知自己死后，想要让儿子卓儿得到善待并不容易，因此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仍然坚持为自己的孩子和家族谋划未来。他选择了将家作为儿子的避风港，希望能够在自己离世后为儿子遮风挡雨。最终，一切按照罗元阳的计划进行。乔莲房忍气吞声地嫁入徐家，而罗二娘也终究妥协地走了出去。只剩下11娘成为唯一有资格嫁给徐令仪的人选。人们不禁感叹罗元阳的一箭三雕之计巧妙至极。虽然他在某些人眼中略显冷酷无情，但他的行为背后却是对家族和孩子的深深担忧和爱意。这份母爱让人心疼又敬佩不已。在那个古时候的年代里，男婚女嫁往往不是因为两情相悦，能够在婚后保持相敬如宾已属不易。罗元阳的算计或许让人觉得有些冷漠，
但背后却隐藏着他对家庭和孩子的无尽关怀与付出。这种深沉的母爱让人动容，也让人感慨万分。